对了，虽然这缠毒是青苗下的，但这不能证明血吸虫病就是他害的。万一是吴世川自己感染的，咱不是申请了明天搜查令了吗？明天咱一查就知道了。这半年多，老爷都住在二姨太的院里，饮食洗漱都是由二姨太亲自照料。二姨太怀孕期间有什么异常？我从她怀孕起一直贴身伺候，啥事没有。科长，四处都找过了，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，就是这罐子里边有一只蟾蜍。这抽屉里是不是有夹层啊？看起来比其他的浅。处方记录簿，这应该都是顾西山看过的病人。账本，药厂的财务资料，建厂时间是前年，顾西山出事那年。吴世川，我好像听我爹说过，我姐夫就是跟人联合办厂。占股比例最大的是圣安东医院的吴桐院长，他不是顾西山案里的证人吗？青苗楼这些很有可能是他们陷害顾西山的证据，说不定这药厂跟血吸虫有关。袁科长，我跟您说过很多遍了，这吴院长真的是去天津参加学术会议了。他那个车就停在门口，你们找理由找个像样点的理由行不行啊？你们不相信，我也没办法。这老头子明显就是耍咱们呢。再等等，不行就先抓人。你怎么了？老曹来了。袁科长，邵公子，曹科长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入职第4科了？邵公子就是爱开玩笑，是厅长让我来传个话。啊！刚上任没2天，无凭无据，传上警服就要抓人，让他们给我滚回来！厅长原话啊，不是我说的。你回去转告厅长，人我不抓，问完话就。哎。还有什么？厅长还说，务必把你们带回，不然我要倒霉。袁老弟，你听哥一句劝，行不？哥是过来人，咱们别在洋人的地盘上闹，行不？这是中国，用不着拿洋人压我。你就不要跟着添油加醋的了。你爹给我打电话了，让你回家。那你打电话给他打回去，我这办正事呢。袁科长，我知道你背景很深，不在乎规矩，可是你捅着娄子，遭殃的不是你4科下边这帮兄弟吗？他们可是等着薪水养家糊口呢，咱们替他们考虑考虑，行不？哎，2位客官，您的面来了。
北京人吃炸酱面啊，讲究面得抻出来，不能切，菜码必须得齐全，4色4码，黄瓜丝儿、萝卜缨、虾菜、芹菜末，一样都不能少。这酱啊，得是8成熟。这家店不正宗，回头我给你做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走哪儿去啊？你去哪儿我怎么知道？我爹让我走，又不是我自己想走。上次你见完谢厅长，突然说不查了，为什么？之前谢厅长跟我说，我姐不可能参与其中，这内阁呢拉帮结派又严重，我害怕这事儿跟我爹有关系。在你们眼里，是不是觉得我特别不识时务啊？这最开始，我确实担心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这背后的势力再跟我爹有冲突，对他不利，我不是等于跟我爹找麻烦吗？但是后来我发现你不是这种人，你这个人认死理儿。翠喜的案子，我之前还觉得你可能另有所图，一个小丫鬟的死，谁会当真呢？但是你就是不依不饶。我其实一直都想问你，跟这帮人斗到最后，可能都是一场空。哎，你干嘛死磕呀？输赢重要吗？重要的难道不是就算人死了也要讨个公道，不是吗？你确实跟我认识的其他的警察不一样。圣安东医院的传单，药物实验。既然山不来救我们，我们便去救山。你再说一遍，你让我干嘛？当间谍，潜入圣安东医院，调查许正。帮你在爹面前打掩护还不够，还要卖命。死不了。赵小姐，是这样的。圣安东医院违规进行药物实验，导致血吸虫泄漏，我们必须阻止这个活动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知情人指出，您曾经在女校的戏剧社演话剧，演技非凡。作为资深的戏剧表演艺术家，您应该去医院加入这项药物实验，取得证据和重乱，交给警方，也就是在下。算了，他不行。你怎么知道他不行？他除了逛街打牌还会干嘛呀？你可别难为他了。那你说咱们找谁？行了行了，别演了。忙我可以帮，但不能白帮。你想要啥？我觉得你那幅近代仕女图就……哎，你给。为了让我在这个家过得舒服，我还需要一把手枪。哎，这可不能给啊！你可千万别给。要进口的漂亮的。没问题，鲁格 P08炮兵型。你别讲着作假，你那幅图我会找人验，假一赔百。你就宠他吧。我宠他？安静安静，都站好了，听我说啊，这瓶药当场喝光，观察1个小时之后可以离开，1个月后再来。你干什么呢？慢点儿，慢点儿，着什么急呀？
我都说了别着急，那真出事也是他欺负别人，自幼习武。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是安东医院，这里边有什么？血气虫卵，活的。袁科长，赵公子，你们来的比我想的要慢一些啊。既然在等我们，那你就该清楚我们的来意。你们厅长没有教过你们，要想抓人，得有证据。是安东医院药物实验第一批，你给患者服用的是含有血吸虫卵的葡萄糖水。签了免责协议，拿了钱，就不论生死了。草菅人命，你他妈算哪门子医生啊？医学的进步，总要有些牺牲者，用生命为人类的进步做贡献，他们应该感到荣幸。仅在我国长江流域，每年有大量人感染血吸虫病，这种病死亡率高达90%，多少人因此嫁祸人？只要我的实验成功，它就不是绝症。这病本身就可以治，但你们不是把能治的人害死了吗？顾西山只是侥幸，他根本不知道寄生虫。我还没说那个人的名字是谁。你们害死顾西山，在成立这个药厂，研发血吸虫的特效药，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这个病肆虐时大发国难财吗？真是一门绝妙的好生意啊！你们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生意？你们尽管去告，我倒要看看，最后动得了谁。听这意思是上头有人，手眼通天。那我倒想请教一下，吴世川的夫人赵部长的千金，这分量，够不够让你背后那座靠山把你当弃子扔出来？本庭宣判，被告人吴桐以研制新药为名进行人体试验，勾结卫生司司长吴世川，诬陷良医顾西山，致其冤死狱中，数罪并罚，判处10年有期徒刑，没收全部财产。哈哈哈！哎呀，这个案子可以真相大白，揪出真凶，靠的就是我赵少商，还有袁科长啊，我们2个人联手，靠的是我们对正义的坚持，对公理的渴望。我相信，不管是谁，你是什么背景，只要你触犯法律，就一定会得到法律的制裁。我和袁科长联手，我们就是警戒双雄，正义的使者。差不多得了。好，那我就先说到这里啊，拍吧。来看那个镜头来。签了吧。我已经活不了2天了。
我全部家产都是你的，你又何必多此一举？当初我就不想嫁，家里人逼着，我想着算了。可谁过不是过呢？结果我没想到，孩子没生出来，我成罪人了。你为了钱搞得别人家破人亡，人家来复仇，你们家人还算到我头上。我想着等死了以后，还要和你埋在一起，我就恶心的想吐。这个婚，我一定要离。吴世川，我们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，带走。我家3代为官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。哟，少爷今儿受什么大刺激了？起这么早？你别管我。爹，娘，早，儿子。早。我儿子今天可是出息了啊！这第1碗汤嘛，先给少商。接着奖励你的，拿着呀。谢谢娘。儿子，你觉得那个袁科长为人怎么样呀？那得看跟谁比了，跟我比差远了，跟别人比能甩他们10条街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觉得跟你姐能谈得来？妈，我刚离呀，所以就赶紧找啊！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岂有此理！这王八蛋！怎么了？没想到这袁弘一肚子坏事啊！这报纸上一个字没提我，没有我他能破案？没有我他连二姨太真实面目都不知道是谁。还说什么厅长的细心指导下，这案子跟那老东西有半毛钱关系吗？岂有此理！哎呦，这报纸不提也好啊，这案子太复杂了，出这个风头未必是好事儿。我是被他利用了，爹。先前给我套近乎，现在用完了就给我撇一边了，怎么着？拿我当特指呢？你别那么毛毛躁躁的啊！这个人他不好惹，不好惹。皇帝老子还要下台一天呢，他不好惹，是他牵扯我的。警察厅为了他专门成立的第4科，你说这个人你惹他干什么呀？小人，2面3刀，我跟他没完。